末世来临，丧尸灾变席卷南星，物种疯狂变异，人类成为了怪物的食物。下饭重生回到末世前疯狂囤粮，先来10万箱泡面，再来10万箱火腿肠，再来100万吨牛肉，100万吨蔬菜，100万吨纯净水。当众人在末世饿成狗，下饭则躺在粮仓里撸猫。饭少，这样的叫醒方式还满意吗？你是雪儿？讨厌了，明知故问。周一肯定是我陪你啊，周二是萌萌，周三是丽丽，周四是婷婷，周五是娇娇，周六周日休息的嘛。下饭顶着一张帅气的脸，呆呆地看向窗外。此刻阳光明媚，生机勃勃，半山别墅外一片宁静安详，根本没有末日时的恐怖景象。今天是几号？5月6号啊。221年5月6号。什么221年？饭少，你是不是昨晚喝太多了？今天是220年5月6号。饭少，我要去上班工作喽。下饭慌忙找到自己的手机，一脸震惊地盯着屏幕上的日期。啊擦，今天真的是220年5月6号，我重生到了末世开始前的第10天。他清楚地记得，末世降临后，下饭在丧尸肆虐的世界一路拾荒一路，然后幸运地斩杀了那只变异丧尸，得到了一颗觉醒晶石，觉醒空间系异能。末世里最可怕的不是丧尸，而是人形，是饥饿，数以千万的人被活活饿死，或者被饿疯的人群当作食物吃掉。在末世第2年的某天夜里，下饭收集了1天的物资后，在一间破败的房子里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居然回到了这里。现在开始，自己要开启疯狂囤货模式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囤聚最多的物资，直接在末日里躺赢所有人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没有那么大的仓库。如果自己的空间系异能还在的话，想到这里，下饭下意识摸向自己的眉心，突然面前出现了一道空间隧道开口，这是空间系异能。下饭顿时心中大喜，自己的空间系异能居然跟着自己一起重生了。随即他心念一动，立即进入了空间系，呈现在眼前的是1万立方米的存储空间，可以存储任意物品，而且保鲜，存储空间有了，剩下的就是买物资。下饭继承老富豪的产业，掌管着长安府仅有的2家5星级大酒店其中之一紫金之巅，全部身家加起来约有30多亿，其中流动资金3亿。他立即掏出手机，喂，黄老板吗？我是紫金之巅大酒店的下饭，我要订购1万箱泡面，1万箱火腿肠，现在就要，马上。什么？酒店为什么订这么多泡面和火腿肠？因为我天天鲍鱼海参吃腻了，要吃点泡面，改善生活。连夜送货到我别墅来。李经理，我要100吨牛肉，100吨猪肉，100吨蔬菜。什么？你们没有这么多存货？那就连夜给我杀牛宰猪，让手底下的肉贩子、菜贩子都行动起来啊！钱不是问题。下饭开始用自己的3亿流动资金向全市加油站订购汽油、柴油，向全市医疗机构订购药品，向工厂订购发电机。很快，下饭发现自己账户的余额已经为0了，挠了挠头，心中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。虽然自己的流动资金已经花完了，但是还有一座5星级酒店啊。下饭想了想，拨通了一个号码：喂，江伯伯，我急需一笔钱，能不能借我30亿？上集说到，下饭在丧尸肆虐的世界收集了1天完物资后，在一间破败的房子里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回到了末世开始前10天，开启了疯狂囤货模式。喂，江伯伯，我急需一笔钱，能不能借我30亿？哎呀，小范啊，按理说我是你伯伯，咱们2家关系又这么近，你就算借多少钱伯伯都要给。但是最近酒店确实出了点问题，资金实在是周转不开呀，所以嘛，这老狐狸真是老母猪戴胸罩，一套又一套。你江家在石油小镇的生意至少价值50多亿，资金会周转不开。江伯伯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把紫金之巅抵押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什么？你要把紫金之巅抵押给我？对，你看这样能不能借我30亿？哎呀，你那个紫金之巅酒店虽说估值30个亿，但是最近酒店行业不景气，挣不了几个钱，这你也知道。但是咱们2家什么关系？伯伯吃点亏，最多能给你抵押25亿。这老狐狸真是心够黑。这样吧，江伯伯，你抵押给我30亿，每个月我返还给你5%的利息。5%的利息，30亿5%的利息，那就是1亿5千万。每个月啥都不干，净赚1亿5千万，行吧？看在咱们2家多年往来的情分上，我勉强同意了。行，但是明天钱款就要到账，我着急用。好，明天一早我就去找你签约。10天后末日就来，你就等着我给你每月烧1亿5千万冥币吧。下凡啊，你最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这么缺钱？哦，我最近玩网络赌博输了点钱，现在想要凑点钱翻本。真的，我下一把肯定能赢。不说了，我要去赢钱了。下饭这个败家子，借贷30亿，每月5%的利息，那就是1亿5千万，每月白给我1亿5千万。哈哈哈哈，真是个蠢小子，简直跟他那个便宜老爹一样蠢，居然沉迷于网络赌博，就算他把借的钱都输完了，
咱们30亿买下紫金之巅也不亏，这就不用咱们费心思除掉他了，已经是一滩烂泥。明天咱们去找他签约，看看他如今的落魄样，想想都爽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此刻，夏范已经站在别墅大门口，迎来了第一支送货的卡车车队。范少，您预定的1万箱泡面已经到位，放哪里呀？先放仓库吧，一车一车的来。这么小的仓库，恐怕放不下1万箱泡面啊。叫你放你就放，要不咱们打个赌，如果仓库能放得下1万箱泡面，你再免费给我1万箱泡面。那倒是不必了，就听范少的，卸货。一声令下，卡车车队鱼贯进入别墅院子，开始往仓库卸货。这边货物还没卸完，下一波车队又到了。阿珍爱上了阿强。喂，范少，你订购的100吨牛肉到了，您看放在哪里？你们从后门进去，卸在后山吧。夏范利用时间差将装卸物资安排得井井有条。等工人全部离开别墅后，夏范就将泡面装进空间大殿之内，其他的物资也全都收了进去。整整忙了一夜，订购的物资才收了一小半。但是夏范已经困得不行了，只能先打电话让后面的物资暂缓运送，自己则来到卧室倒头就睡。阿珍爱上了阿强。谁啊？不是让你们下午再送吗？啊，什么下午再送？小范啊，不是说好今早签合约的吗？你可不能反悔呀。我夏范说话一言九鼎，绝不反悔。江伯伯你赶紧来吧，把钱准备好就行。好，马上到。夏范来到了客厅，这时一只白猫迈着轻灵的猫步走了过来。白灵是老富豪送给夏范的礼物，已经陪伴他整整3年了。老富豪去世后的一整年，也是白灵陪伴着夏范一起度过。后来末日爆发，白灵也不幸失散，但这一次绝对要好好照顾白灵。我去，居然忘了给白灵买最爱吃的小鱼干。喂，刘老板，我要订购1万箱小鱼干和1万箱猫粮。那个猫粮不要了，全都要小鱼干，晚上给我送过来。夏范扭头看向大门口，只见一辆黑色劳斯莱斯停在了门口，是老狐狸送钱来了。夏范立即打开门禁，劳斯莱斯开进了别墅前院，停在楼门口。副驾驶车门被推开，一名身穿包臀裙、长发飘飘的美女下了车，打开了车后门。刘秘书，合同都准备好了吗？董事长放心，都准备好了。难为你了，昨夜折腾到那么晚，又起来弄合同，这个月工资翻倍。谢谢董事长。正在这时，江峰从后面走了过来。刘秘书，我爹老了，明白吗？奴家明白。哟，聪明。1分钟后，江别鹤3人走进了别墅客厅。买，赔率1比10，我买1亿那条老黄狗跑第一，就买老黄狗。老黄狗它毛色油亮，老当益壮。下饭。老黄狗你来了。下饭。爱我呀，我爱你，讨厌那傻甜蜜蜜。来，快坐下说。下饭啊，也不是江伯伯说你这也太玩物丧志了吧？说吧，输了多少钱了？没多少，只要这次老黄狗跑第一，我就赢回来了。那个江伯伯，钱准备好了吗？什么时候能打进我账户？钱早就准备好了，但是你要先把合同给签了。我翻开合同扫了几眼，这本合同是常规的抵押合同，但是在不显眼的地方做了很多的手脚，其中就包括如果1月内我无法还清借贷及利息，紫金之巅的资产将自动划归江别鹤名下，而且还要继续还利息。老狐狸玩得一手好算盘，但这次你怕是玩秃噜皮了，1个月后你怕是连自己的骨头都被丧尸给啃光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我签字。哟，慢着，江伯伯，钱呢？你放心，钱少不了你的。下饭，你就这么把夏伯伯的心血给卖了，我心里还挺难受的。哦，那你多给点钱就行了。那个合同都签了，我也不好再说什么。合同签了，还可以算码。慢着，小范，有话好好说。江伯伯，江峰这么一提醒，我倒是有个请求。你说，只要伯伯能做得到，绝没二话。这样吧，我把这栋山间别墅也一起抵押给你，2个亿。什么？下饭这是疯了吧？居然连最后的老本都抵押了，还以为这小子要临时反悔，没想到却又给了我一块大大的肥肉。好，可以，不过你这个别墅不止2亿，1.5亿。3亿，月息也是5%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给我8天的准备时间，8天后我再搬出别墅。8天后就是末日，坐等这2父子上门找死。成交。刘秘书，给合同上加个附加条款，就按照刚才商量的意思写。明白。我扫了一眼合同，确认无误后，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江伯伯，钱何时能到账？我等着急用呢。马上，风儿。支付宝到账33亿。2位，
我忙得很就不送了。走吧，凤儿，从此之后长安府就没有夏家了。此刻我完全没工夫理会这俩白眼狼，因为我正在联系建筑公司和材料公司，打算把这栋别墅大院给好好改造一番，打造成一个末世基地堡垒。我立即请来了500名建筑工人，着手对山间别墅大院进行了改造计划。首先要加固围墙护栏，在四周护栏上加装高压电网，这样一来普通丧尸就无法靠近，稍一触碰就会被电成焦炭。其次还要扩建几个仓库和大棚，仓库用来储存物资，大棚用来种植各种蔬菜和水果。不过可惜不能养殖鸡鸭牛羊，因为在末日里除了人类，几乎所有动物都会变异，植物却不一定。而比较常见的天灾一共有3种，第一种是紫日，太阳变为紫色，凡是紫色日光照耀之处，动植物全部堕落变异。第二种是血月，月亮蒙上猩红血色，凡是血色月光照耀之地，所有动植物都会陷入疯狂杀戮状态。第三种是赤色风暴，赤色风暴席卷全球，倾盆大雨夹杂着银色雷霆，可以将陆地瞬间变成汪洋大海。雨水中变异的蓝环章鱼、堕落大白鲨、幽冥玄武等等各种深海怪物就会入侵陆地，开启一场鲜血盛宴。但是只要不被紫日和血月直接照耀，不被赤色雨水淋到，植物就不会发生变异。所以我打算建造几个大棚，大棚顶部加装防爆玻璃和紫外线有机高分子钢化膜，这样一来就可以隔绝紫色日光和血色月光，确保蔬菜果树正常生长。但有时候你不得不走出基地，去某个地方搜刮物资、捕猎丧尸之类的，所以我还需要一辆出行工具，一辆大马力、重装甲、防爆胎的超级末日车。想到这里，我直接开着自己的超跑，一脚油门朝车改场冲。15分钟后，我开着超跑来到了车改场。耗子，哟，范少来了。王浩，车改场的头号技师，为人老实，改装技术一流。在上次末日时，我曾经跟王浩一起逃避丧尸的追杀。我有时候找到食物会分给王浩，后来王浩为了救我，被丧尸群给吞噬。所以王浩是我在末日里仅有的一个兄弟，过命的兄弟。我暗暗发誓，这一世要护王浩周全。这次我要玩一把大的，怎么样？陪我玩一把呀？那有啥不敢啊？你范少发话，我耗子舍命陪君子。说吧，这次要怎么改？我刚要说话，突然瞥见了车库里面的一台军绿色重型卡车，厚重平稳的底盘，防爆防窥的玻璃，刚硬的车身和线条，真的是末日专属绝品坐骑。我要它。啥玩意？你要这个？这军用车是前几天收来的报废车。我知道，就是它了。这辆车除了底盘架子，其他核心部件全都报废了。你要改下来，至少要花上100万。你花那冤枉钱干啥？1000万，我给你1000万的预算，按照我的要求给改出来。怎么没信心？说啥呢？就是改，你说怎么改吧？这个发动机给我换成你们店里最大马力的，传动轴换最好、最结实的，钢化玻璃换成防爆的，外面再加一层防爆网，整个车身用加厚钢包裹起来，车胎换成防爆车胎。油箱要注意啊，一定要大，而且要厚，坚决不能漏油。还要准备100个备胎、100个火花塞、10套修车工具。不是范少，你这是改装车呢，还是改装坦克呢？而且你要这么多备胎干啥？这个备胎可不是你被窝里的那些备胎。我知道，让你怎么改就怎么改，重点是车头一定要安装铁头推子。范少，你改这玩意是要打仗啊，还是要推塔啊？我要撞丧尸，末日就要来了。范少，你还真是幽默，还末日，还丧尸。需要多长时间？大概10天时间搞定。我只能给你7天。耗子，7天之后你开着车过来找我，切记。好，加班加点，7天。你们老板呢？2楼办公室吹空调呢。行，我去找一下他。找他干啥？那可是个奸商。我要把这辆超跑卖了，估计能卖3000多万。啥玩意？你要把这辆超跑给卖了？这辆车改了10几次，可是你的心血啊。没办法，我缺钱啊。你要是缺钱，那我得缺啥呀？我缺命吧。我真没开玩笑。我找到改装车厂的老板，付了改车的定金，再把自己的超跑给卖了。果然跟王浩说的一样，那货是个妥妥的奸商，价值3000多万的超跑，结果就卖了2000多万。随后我叫了个出租车朝半山别墅走，谁知却堵在了半路上。只见整个盘山公路上都是往我别墅拉货的重型卡车，将整个山路堵得水泄不通。这么多物资，这是赶着去救灾吧？还真让你给说着了，的确是救灾，但只救我一个人。我说最近肉价咋越来越高，合着都被拉去救灾去了。可不是嘛，昨天我去买猪肉，结果老板说断货了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花擦，长安府的猪肉都被我买断货了，看来长安府还是太小了呀，这才花了30亿就没货了。我也没闲着，订购了100根高压电棍，还定制了10把唐刀，时间一晃就是7天过去。此刻我正在空间圣殿之中清点着囤积的物资，1万吨大米入库，1万吨面粉入库，1万吨牛肉入库，10万吨纯净水入库。看着满满堂堂一望无际的空间大殿，我的心里总算有了着落。这么多物资足够自己在末日里苟到天荒地老，
海枯石烂。按照时间推算，明天末日就要来了。别墅的改造工程已经基本完工了，先去验收一下。别墅左边是5间大棚，顶部安装了钢化玻璃和防紫外线高分子有机膜，里面种上了10几种类的蔬菜苗子和果树苗子。别墅右边的游泳池也用钢架围了起来，改造成了鱼塘。我还在里面养了10几只锦鲤和乌龟，想看看它们变异后会是什么鬼样子。别墅的墙体也被加厚了半米，玻璃全都换上了防爆钢化玻璃。范少，围墙电网已经安装完毕了，您要不要去试一试？随即，我跟着电工师傅来到了铁栅栏前，铁栅栏没有一丝安装电网的痕迹，因为电路全都埋在了地下，这样才保险。范少，这是遥控器。现在铁栅栏连接了高压线网，只要一按这个红色按钮，就可以通高压电。如果后期用发电机或者蓄电池供电，只要把线路插头改一下就行。可是用什么来实验呢？范少别急，我工友去后山林子里抓野味去了，马上就回来。10分钟后，几个工人抬着一头小野猪就回来了。这头小野猪虽然个头不是很大，但是毛皮十分厚实，性格十分凶悍，普通丧尸的防御力也就跟这头小野猪差不多。行，就用它来试一试。大家准备，1、2、3，扔！来来来，工人师傅们辛苦了，我请大家吃点乳猪。来，大家沾着佐料一起吃点。范少，你居然随身带着佐料，真是懂得生活的男人啊！正在这时，一声发动机的轰鸣声从远处传来，整个地面都在微微震颤。我去，什么声音？工人们纷纷扭头朝声音的源头望去，只见山路上一辆装甲厚重的重型卡车呼啸而来。那玩意是坦克？不像啊，好像是一辆反坦克装甲车吧。爆改重卡直接开进了别墅大院，停在众人面前。范少，怎么样？兄弟没让你失望吧？兄弟，牛逼！我把账户里剩下的100多万全都给工人师傅们发了红包，让他们回家好好陪陪家人。范少，原来你不止改了车，还把院子都爆改了一遍啊！说出来怕你不信，昨晚我夜观天象，发现明天将会有一场天灾降临全球。你信我？我信。你找什么呢？那个范少，你平时是吃镇定剂还是抗幻剂？我吃你妹啊！不信是不是？好，今晚你别回去了，留下来陪我喝酒。明天早晨起床，请你看一场万年难遇的天灾烟花秀。我拿出手机定了一个闹钟，早晨9点半，9点40分，末日将会降临。范少啊，看你病成这样，我也不忍心丢下你一个人回去，行吧？今晚我留下陪你喝点，明天一早我就带你去看医生。哎，干，祝你早日康复。两人正喝着，白灵迈着猫步走了过来，好像受到了惊吓，直接就往我的怀里钻。明天末日就要来临，难道白灵是感应到了危险？嘿，这猫真漂亮。我去，这猫好凶啊！白灵就是有点怕生，放心，他打过疫苗。我拿出一罐子小鱼干，放在白灵面前，白灵好像也没什么胃口，依旧窝在我的怀里不肯出来。要知道，末日来临后，几乎所有动物都纷纷变异，这是物竞天择。而按照约定成俗的说法，异能主要分为3种，第一种是身体型异能，可以大幅提升觉醒者的力量、速度、防御、反应力等等，有的身体型觉醒者甚至还能实现身躯的巨大化。第二种是元素型异能，例如风元素、火元素、雷电元素、水元素、土元素、毒元素、暗黑元素等等。觉醒元素型异能就可以控制元素力量进行厮杀战斗。第3种是超能型异能，包括念力、治愈能力、再生能力、空间能力等等。当然还有一些十分特殊的异能，我也未必见过。想到这里，我隐隐有些期待白灵的觉醒能力了。我和王浩又喝了几瓶，两人都晕乎乎的睡了过去。起床，起床，起床床！王浩，快醒醒！怎么了，范少？快起来，还有10分钟，末日就要来了。我说你这可是病得不轻。正在这时，门铃声突然响起，我扭头一看，只见大门口的监控屏幕上，江别鹤和江峰两人正一脸贱笑着朝镜头招手。下饭，第8天了，你该搬出别墅了。江伯伯过来履行合同了，你有没有钱还给我呀？没有钱还的话，那就立即给我滚出这栋别墅。现在开始，你夏家所有的财产都是我的了，你下饭就是一条丧家之犬。下饭，别怪兄弟不照顾你，酒店还差一个扫厕所、通马桶的位置，我都给你预留好了，赶紧滚出来，去厕所报到吧，晚了可连这份工作都没了。有时候人要找死，你拦都拦不住。范少，那俩货是谁啊？这么嚣张？我仇家，一看就不是啥好货，干他们！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，距离末日降临还有6分钟，他们来的正好。江伯伯，你们等我5分钟，我穿好衣服秀下去。行，这么多年都等了，也不差这5分钟。来，耗子，
请你看场真人丧尸秀，到落地窗这边来，这里晒不到太阳，还能将大门口的情景尽收眼底。真人丧尸啥玩意啊？我就看到俩人，哦，不对，好多人围在大门口。江别鹤和江峰带了4名人高马大的保镖跟在后面，只是没让他们出现在镜头前。5分钟到了，下饭，快滚出来 Double kill！ 给你脸，你不要脸！来人，把门给我砸了！一声令下，2名保镖走到大门前，举起消防斧，狠狠朝门径喊字。我去，这他妈直接给电死了，还有没有王法？江峰也惊了，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地上的2具焦黑尸体。江别鹤阅历丰富，没有被死人的场面镇住，毕竟早年打天下的时候，谁手里还没有几条人命？好啊，下饭，你杀人了，等着把牢底坐穿吧！凤儿，报警抓人！与此同时，天空狠狠一颤，顿时阴沉下来。果然，还是来了呀！耗子退到阳光照射范围之外。范少，啥来了？话音刚落，天幕上骤然撕裂出几道黝黑的裂缝，像是狰狞丑陋的伤疤，遮天蔽日。太阳瞬间蒙上一层紫色雾气，诡异的紫色阳光照射在苍茫大地之上。下一刻，蓝星地表的植物开始疯狂生长，散出狰狞气息，海洋开始诡异翻，卷起惊天巨浪。海水中的动物体型10倍、100倍的胀大，血色眼眸爆出惊天凶厉。城市里，街道上的行人顿时发出撕心裂肺的嘶吼声，身体开始腐烂，成片成片的倒在大街之上。几乎是转眼之间，整座长安市失去了生机，死气沉沉。1分钟后，血色云雾散去，太阳褪去了紫色，重新恢复了本来面貌。但是大地之上一片疯狂，丧尸肆虐，变异的动植物相互啃食。范少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耗子，末日来了！末日真的来临了！王浩愣在原地，呆呆地盯着窗外的世界，根本无法接受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给他点时间消化，自己则来到了白灵身边。此刻，白灵正缩卷在沙发的角落里，眯着眼睛，似乎正在承受巨大的痛苦。下一刻，白灵的骨骼、血肉开始诡异蠕动起来，利爪不停伸长，体型瞬间长大了1倍。这是暗影系异能，真是没想到，白灵居然觉醒了元素型异能中最为稀有、最为神秘的暗影系。不愧是我的猫主子。之所以说暗影系稀有，是因为觉醒的几率万中无一，而且有几率变异。白灵黑色眼眸中的暴力渐渐消散，青紫色的眼眸渐渐清明。我暗暗松了口气，宠溺地揉了揉白灵的小脑袋。有了暗影系的白灵在旁，在这末日之中的安全感暴增啊！虽然他现在只有青铜阶1级的实力，但我有信心让他飞速进阶。耗子，你跟白灵先在这里待着，我去办点事。怎么回事？阳伞下的江别鹤和江峰死死盯着山下的城市群落，脸色惨白，心惊肉跳。他们4人因为阳伞而免受紫阳的照射，侥幸存活了下来。正在这时，地上的2具焦黑尸体突然睁开了眼眸，死去的尸体扭曲着4肢，以一种诡异的姿势缓缓站了起来，嗜血的气息疯狂弥漫。他们张开大嘴，像是恶狗扑食般朝江别鹤4人走来。青铜阶1级的丧尸，移动速度很慢，但是依然可怕。愣着干什么？快给老子上！爹，怎么办？跑，快跑！风儿，风儿，快救救我！爹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，你就安息吧。你个孽畜！哎，你完了！我绕过正在进食的丧尸，来到了江峰面前。下饭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我们是兄弟啊！我不跟畜生做兄弟。话音刚落，3具丧尸移动了过来，在最前方的正是已经堕化为丧尸的江别鹤。爹，别吃我，别吃我！下饭，快杀了我！我不杀畜生，嫌脏。在3只丧尸的围攻中，江峰最终痛苦死去，没了气息。下一刻，他猛然睁开了空洞的眼睛，也堕落为一只丧尸。我将弓弩收起，手里换上了一根电棍。能源晶石，每个丧尸、异兽脑中都有几率产生能源晶石，这是末日中所有异能者修炼的基础资源，内部蕴含的能量可供吸收。而像这种青铜阶1级的普通丧尸脑中，只能产生青铜级别的晶石，蕴含能量很低。我曾经计算过，一名变异者从青铜1级升到青铜2级，大概需要吸收至少10枚青铜晶石，然后
我又破开了2只丧尸的脑袋。很遗憾，能源晶石这玩意果然不是那么好爆出来的，最后只剩下了将别鹤的丧尸脑袋。欧皇附体，老子要开宝箱了！一枚土黄色晶石瞬间浮现而出，散出耀目光辉，一股微弱的泥土气息席卷八方。这是觉醒晶石，土系的觉醒晶石。老子果然是欧皇体质，连土系觉醒晶石都能爆出来。话说这将别鹤就是土啊，土的掉渣，不然能爆出土系觉醒晶石。我将觉醒晶石收起，然后回到了半山别墅，先是仔细查看了5间蔬菜水果大棚。大棚上方的顶棚盖子一直是合上的，不透一丝阳光，所以这些幼苗们都没有受到紫色阳光的污染，一切正常。接着我又来到了水塘边观察，此刻变异后的锦鲤和乌龟正在展开混战，企图吞噬对方。锦鲤的獠牙锋利，而乌龟的龟壳厚重，两者打得不可开交，掀起阵阵水花。幸好当初放进去的锦鲤和乌龟数量少，如果稍微多一点，整个水塘都该装不下了。行了，当宠物养着吧。我来到了2楼客厅，王浩的情绪已经平静的差不多了，正在刷着手机新闻。范少，你看新闻了吗？全球都在变了，太平洋海啸吞没樱花国一半土地，火山爆发，火雨吞没美利坚1/4人口，白菜变异，植物毒素污染泡菜国所有水源，亚马逊森林扩张，非球国被热带雨林完全笼罩，地中海干涸，海洋巨兽入侵欧罗巴城市。我都知道，没想到你的预言居然成真了。耗子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摊牌了，我就是末日预言家，我预言你会觉醒土系异能。范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现在末日来临了，丧尸变异物种越来越多，它们的头颅内会有几率产生觉醒不同种类的晶石，人类如果吞服了这些晶石，就有几率觉醒相应的异能。白灵觉醒了暗影系异能，可以施展暗影系的能力，而我觉醒了空间系的异能，可以开辟次元空间，这个就是土系觉醒晶石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吞了，运气好的话就能觉醒土系异能。直接吞。啥感觉？有点恶心反胃。范少，你刚才说这玩意是从哪里弄出来的？丧尸屁股里。逗你玩的，是从丧尸脑袋里。没事，吐啊吐的就习惯了。正在这时，空气中的能量波动瞬间朝王浩的眉心涌去，汇聚出了一枚土黄色异能灰烬，熠熠生辉。好烫啊！什么玩意？范少，我是不是毁容了？你小子运气真不赖，才吃了1颗觉醒晶石就成功觉醒了，有的人吃100颗都不一定能觉醒。我擦，我真的觉醒异能了，但我感觉身体没啥变化啊。你现在等级太低，跟普通人没啥区别，想要发挥异能威力，必须猎杀丧尸，获取能源晶石。原来如此。对了，范少，我刚才就想跟你说来着，我要去救我女朋友，我打电话给她，一直没人接。你确定要去救她？现在外边很乱很危险，而且很快就会迎来第2轮天灾，我们最好的选择是待在这里。我明白你说的意思，但是她是我女朋友啊，在一起整整4年了，我必须保护她的安全。范少，范哥，谢谢你的照顾，不然我现在肯定早就变成一具丧尸了，希望以后有机会报答你。耗子，都叫我哥了，兄弟的事情我能不管，走吧，我正好要去洗劫几个粮仓和加油站，顺便帮你一把，走，去试一试我的末日专属坐骑。好，白灵也去。耗子，你女朋友在哪里来着？长安市医科大学。很快，爆改重卡就下了山路，来到了市区。市区里一片狼藉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气息。公路边上停满了被砸毁烧坏的汽车，两侧的店铺要么大门紧闭，要么已经被砸毁。丧尸群落在街上四处游荡，攻击着逃窜的行人。这些人太惨了。说着，他脚下猛踩油门，钢铁车头撞飞了2只游荡的丧尸。这就是末日。耗子，有件事我必须提前嘱咐你，在末日生存的第一法则就是不要管其他人的闲事。好，范哥，我都听你的。半个小时后，爆改重卡来到了长安医科大学大门口。此刻，大门已经被2辆车堵死，只留下1个1米宽的出入口，必须下车步行。耗子，用这个。白灵，咱们走吧。医科大学的校园里，四处是游荡的丧尸。教学楼、宿舍楼里不停传来阵阵惨叫声。能确定你女朋友在哪栋楼哪间房吗？这个时间，她应该在医科实验室里，5楼，就是最左边那一栋楼。暗影系的白灵果然厉害，还好把他带来。白灵干得好，今天的小鱼干翻倍。看来白灵才是欧皇体质，一爪子下去就是1颗能源晶石。范哥，这校园里的丧尸好多啊，咱们怎么进去？那些都是普通的青铜1级丧尸，移动速度慢，我们只要弄点响动，把他们引开一段距离，然后快速通过就可以了。咋弄出响动啊？准备好了吗？
快走，快走！一声令下，两人一猫撒腿就朝校园里跑。这段路大概有个300多米。白灵的速度本来是最快的，但他不知道目的地，只能跟在我身旁。这时，四周的丧尸都发现了两人，迅速调整方向，朝他们围了上来。白灵，快进楼！耗子，把长椅搬过来，堵住门。哦。这时，白灵的利爪已经切碎了那只丧尸的头颅。能源晶石，我去！白灵果然是欧皇庙，实锤了。后面如果开宝箱，还是得让白灵来。走吧，这里不能久留，直接上5楼。范哥，走楼梯还是电梯？楼梯，万一电梯打开，有啥幺蛾子，跑都来不及。沿着楼梯一路朝上走，突然，楼梯间拐角处走出一道侧影。喂，护士小姐，你们的实验室在5楼哪个房间？耗子，这只丧尸落单了，你上，正好练练手。好。上头！哎呀，宠来了！范哥，这电棍怎么不管用？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不按按钮能用，我擦，对呀。行，终于不是个厨了，走吧。终于，两人一猫顺利来到了5楼。5楼已经停电了，昏暗的走廊里，不时传来鞋子摩擦地面的声音。我走到一扇房门前，上方有玻璃窗口，透过玻璃窗口朝房间里看去，房间里光线昏暗，十分空旷，似乎没啥东西。哎呦我的妈！吓老子一跳！哎，没事，混得很，这敢来嘛？来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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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出来！白灵，开宝箱。有了白灵，老子直接改成能源晶石了，好吧？我和王浩沿着走廊一路朝前搜索，陆续解决了10几只丧尸。凡是白灵切开的脑袋，必定有能源晶石；凡是王浩切开的脑袋，必定没有能源晶石，搞得王浩很是郁闷。两人一猫一路杀伐，终于来到了走廊尽头。范哥，这么多丧尸怎么搞？必须要把他们给引开，分散搞。那就搞。打他！白灵，去。耗子，你觉得哪个有晶石？能源晶石这种东西爆率很低，我看就最左边这颗脑袋里有。好的。范哥，你这是什么道理？反向推理。这一刻，我顿时感觉自己发现了王浩的正确用法。白灵的欧皇体质和王浩的飞球体质一正一反，欧皇直接开宝箱，飞球也可以排除宝箱。按理来说，卧龙凤雏只要的其一，就可囤得无限的能源晶石。现在我坐拥卧龙凤雏，何愁不能囤得天下晶石？白灵，开箱子。我美滋滋的将4颗能源晶石收入囊中，短短1个小时的功夫，已经囤了25颗能源晶石。走，继续。两人一猫来到了走廊尽头的大门前，推开一看，